嚟卡巴當奇亞嘅最佳方法就係喺伊斯坦堡坐飛機嚟到呢附近嘅機場，航程大約係1小時。一出門口就會見到蘇都北嘅標誌，35蚊港紙就可以去到格雷梅呢個小鎮，車程大約40分鐘。到咗今晚要住嘅酒店啦，Century Hotel。卡巴當奇亞嘅洞穴酒店係世界聞名嘅。呢度嘅洞穴酒店分為真正從山體開鑿出嚟同人工房做兩種，但係其實兩者都可以令到你獲得真正獨特嘅入住體驗。呢啲精品住宿提供咗現代化嘅舒適設施，同時又保留咗當地嘅魅力同歷史。先睇下我今晚入住嘅房間先，唔算太講究，但係都算整齊乾淨。我一個流浪漢住，其實已經非常之足夠啦。房間號碼仲係靈性數字111，同我喺伊斯坦堡入住嗰個房間號碼一樣。土耳其係貓嘅天堂，呢一間酒店就有10幾隻小貓貓，有一啲仲係啱啱出世冇幾耐嘅貓 BB。我入住嘅呢間酒店位處半山之中，所以景觀算係非常之開揚，仲可以睇到日出嘅美景，而且性價比相當之高啊！只要350蚊港紙就可以住一晚啦。卡巴當奇亞咧，嗰啲景點好散嘅，一係咧你就可以喺度去 join 嗰啲 local tour， 咁啊會分咗有條紅色線同埋綠色線啦。咁通常都係每條線限1日咁樣啦。但係我計落個價錢，如果 join 2條線之後，其實我租架車都差唔多嘅。呢度租車就800蚊利拉，1日大概就即係等於400蚊港紙。而嗰啲團咧，大概每個團都要300蚊港紙。我租2日車就都係唔使800蚊，裝團大概700蚊，咁啊梗係租架車啦。呢架就係我將會開嘅。好啦，出發。土耳其係左方軚盤嘅，如果你擔心習慣咗右軚駕駛係會唔適應，我就為大家分享一個小貼士。就係記住司機位永遠貼住你嘅中線行駛，咁樣就無論左軚右軚都唔會走錯線啦。卡巴當奇亞嘅景觀係以其獨特嘅地質構造為標誌，呢度嘅地質結構係經過數千年嘅火山噴發同侵蝕而形成，其中最著名嘅就係童話煙槍，高大嘅圓錐體岩層就好似超凡脫俗嘅雕塑一樣，從地平線升起，以其千奇百怪嘅形態吸引住遊客。呢啲奇岩怪石喺整個地區都隨處可見，但係其中最具特色嘅就位於格雷梅山谷嘅露天博物館、僧侶谷嘅精靈煙槍，仲有位於德夫倫特山谷最著名嘅駱駝岩。格雷梅露天博物館係任何對於呢個地區豐富嘅歷史同文化感興趣嘅人必遊嘅景點。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擁有30多個保存完好嘅岩石教堂同修道院，裝飾着許多生動嘅壁畫，描繪住聖經嘅場景。以上就係一啲較知名嘅教堂。公元9世紀之後，基督徒為咗躲避穆斯林嘅追殺而匿藏喺呢度。信徒們為咗信仰，喺呢啲奇石地形之間開鑿出一座座嘅教堂，記錄住呢個地區基督教歷史嘅重要遺產。探索呢啲建築群嘅時候，
你將會深入了解以格雷梅為家嘅早期基督徒生活。位於僧侶谷呢個唔知咩西嘅地方，其實並不比格雷梅博物館遜色。巨大嘅岩石洞穴區域，可以欣賞到最自然原始嘅岩石居住環境。呢個露天博物館嘅遊客都比較少，可以自在咁樣周圍遊逛，隨興咁拍照。呢度最著名嘅就係蘑菇煙槍，又稱為精靈煙槍，係因為精靈住喺煙槍之內嘅傳說而得名。呢啲奇特嘅地形係石灰岩風化而嚟，當時嘅人就係喺呢啲煙槍之內開鑿出佢嘅居所，或者作為教堂。當你漫步喺呢個國家公園嘅時候，就會俾呢啲自然雕塑佢異想天開嘅形狀所吸引。克倫夫特山谷又叫做幻想谷，呢度嘅岩石有好多各種充滿幻想空間嘅形態。紅色嘅土地岩層俾人感覺到喺月球嘅感覺，所以呢度都被譽為係地球上最接近月球地貌嘅地區。各種好似動物形態嘅奇岩怪石就係呢度最大嘅特色，而其中又係以駱駝石最為著名。格雷梅係一個迷人嘅小鎮，坐落喺卡巴當奇亞中心嘅地帶。呢一座小鎮擁有豐富嘅歷史同自然奇觀。喺羅馬時期就已經有人喺度居住啦。早期嘅基督徒為咗逃避羅馬嘅迫害，最終就喺格雷梅揾到呢個避難所啦。呢度就係杜拉米呢個小鎮嘅面貌啦，係一個依山而建嘅城市，所以咧就會不停有好多斜路上山、下山。上山，再下山。當地人喺呢度利用咗柔軟嘅火山岩，開闢咗佢哋嘅家園，仲有教堂同埋修道院。依家已經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而《星球大戰》第4集都係喺呢度取景拍攝嘅。呢度係洞穴酒店嘅集中地，而各項當地遊嘅行程都可以喺呢度揾到，仲可以嘗試一下駕駛或者拆騎一啲特別嘅交通工具。喺格雷梅可以品嚐到當地嘅各式美食，但係就一定要嘗試陶瓷烤肉串同埋烤薄餅呢啲特色菜肴，仲有盡情享用當地嘅美味水果同埋葡萄酒，而且仲有好多美味嘅甜品，比如土耳其嘅甜甜圈同埋胡椒餅乾。一份烤牛肉7碟配菜，120蚊。係10蚊港紙啊 ！OK。卡巴當奇亞係以其手繪陶瓷、編織地氈同埋當地嘅葡萄酒而聞名於世，所以一定要記得帶返一件獨特嘅紀念品返屋企。呢度嘅紀念品充分體現出呢個迷人城市嘅藝術成就。
喺格雷梅小鎮嘅中心步行大約10分鐘就可以嚟到呢個日落嘅觀景台。